近代人都生的比较少，所以其实阴道它可以放进去的宽度在近代都比较偏窄。最让女生摩擦不舒服的地方是开口的地方。那其实你在发生性行为的时候，其实也会直接顶到子宫颈，就会发生收缩的现象。这个收缩也会让你整个下腹部不舒服。发生性行为，我觉得外阴部很湿、很黏腻的状况，女生一定不会太舒服，所以女生一定会起来亲。好，拜托男生不要就呼呼大睡。接下来跟大家讨论的其实就是常会有病人抱怨说，就是我性行为以后，医生我性行为以后就会肚子痛啊，我性行为以后就会流血啊，或者是肚子会胀啊。然后像刚刚我就看一个病人来，他跟我说，医生我刚刚开始有性行为，性行为以后有一点点出血啊，每一次性行为出来都有血怎么办？或者是我每一次性行为完以后肚子痛会怎么办？其实大家要了解一下，阴道是一个大概这么长的构造，大概其实很深的话，到最深的地方可以到1只手指头整个没入哈。那阴道其实是女生特有的一个器官。那大家常听到处女膜是在所谓的阴道冠，就是在比较靠外面的地方会有一层像膜的组织。不是每个人都有，先公开声明，处女膜这个东西它是一层膜，有些人是完整的一圈，就是这里的肌肉会稍微丰富一点点。那主要是我们在发育过程中两个东西合起来的时候，这里会有一层膜。那有些人的很薄，所以其实看不出来，完全没有办法因为处女膜的大小、厚度、受伤来判断病人有没有性行为过。先公开提醒这件事情，这是不行的哈。好，那阴道这件事情，它里面其实没有太多的神经组织，所以我们到底在疼痛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哈？一个是外口的地方，所以通常无论如何我们在帮病人做内诊的时候，其实妇产科医师就是一个光明正大可以帮病人做发生亲密关系的一科哈。那法律赋予我们权利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做内诊的时候，其实就会拿一个像鸭嘴的东西。为什么叫鸭嘴？就是它长长的哈，大概从细长的到粗的不等。那它这个长度我们要放进去前，其实因为近代人都生的比较少，所以其实阴道它可以放进去的宽度，其实我觉得在近代都比较偏窄哈，所以进去的开口我们都会比较选小的。第二件事情，我们在做任何的阴道检查前，我们一定会润滑剂。为什么？因为最让女生摩擦不舒服的地方是开口的地方，所以停经后或者是快停经前，女生会有一些摩擦或者是不舒服的症状，其实主要集中在外阴部靠近阴唇外面这附近的症状哈。所以一个是润滑要足够啦，要不就是请大家前期要做的足够，要不就是请大家记得用润滑剂，尤其是停经后的女生，她其实没有办法自己分泌出太多润滑的东西的话，请大家一定要用润滑剂哈。那再来就是，其实我们顶到最深的地方，顶到子宫颈的时候，平常我们在看病人有没有骨盆腔感染的时候，我们会去顶子宫颈，把子宫颈顶高。那其实你在发生性行为的时候，其实也会直接顶到子宫颈。当我们顶到子宫颈的时候，子宫颈就会发生收缩的现象。这个收缩也会让你整个下腹部不舒服，就像你月经要来的时候，你一定也会不舒服，这个感觉是正常的。那到底怎么样会好？通常你放松以后，休息一阵子，子宫不收缩以后，人就会觉得好多了。当然，当外面有外来物的时候，譬如说有精液进来，荷尔蒙就是精液的 pH 值跟你阴道原本的 pH 值不相似的时候，也比较容易引起感染，就是像刚刚说的细菌滋生啊，这样当然会引起女生后续的疼痛。所以我们要去分的是说，到底这个是发生性行为完，就是纯粹后面稍微有点不舒服，那缓解，就是譬如说出血流一下就会停，肚子痛一下子休息完几十分钟完就会好，或者是持续疼痛，来去区分到底有没有问题。当然，如果女生本来就有一些子宫里面的问题，譬如说她有腺肌症啊、子宫内膜异位症啊，里面有沾黏的现象，当然发生性行为就会去诱发这些症状的发生。那通常她很容易的抱怨就是她会有固定的痛点。为什么会有痛点？譬如说我们所谓的子宫内膜异位症，它就是会在不该黏的地方，它会形成沾黏。
就有点像是我们常常会肌肉酸痛，我有一个痛点在那边。其实女生的骨盆底也是肌肉，它如果形成粘连的话，它也会在某个地方是有固定的痛点的。如果发生性行为以后都是固定的位置，非常疼痛，那持续非常的久，甚至在月经来之前、月经来的前后、排卵期前后都会有固定痛点的话，那这个可能就是会有一些病理性的问题。那这可能就真的需要去看医生找出问题来哈。所以大家还是要去区分说，我发生性行为完，假设我是一点点出血。这个血会止，我做抹片是正常的。我在阴道，我在会阴部没有看到明显的出血点，没有伤口，那这样子的出血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出血。但如果我的抹片不 OK， 先提醒大家，1年一定要做一次抹片。最近抓到很多子宫颈癌，问起来都是10年没做抹片，20年没做抹片，最常听到就是因为疫情期间没有做抹片。好，那最近真的抓到比较多子宫颈癌，还是提醒大家要做抹片哈。第二件事情，如果我刚刚说的疼痛的状况是持续的，而且不会缓解的，在那个当下过了半小时还没有缓解，持续疼痛，可能就是有问题。那在受到撞击的状况下，除了子宫收缩，常听到有一个比较惨的惨剧，就譬如说黄体囊肿破裂，这也是偶尔会发生的事情。就是今天我在黄体期，刚好我在排卵的时候，卵巢在破卵的那个当下，假设我受到撞击，那我可能就会有一条血管不会止血在喷血，那你就可能会是性行为完以后很痛，越来越痛，痛到受不了去看医生，这个通常就会是黄体囊肿破裂哈。所以大家还是要去区分，说是休息完会好还是不会好。那所谓的休息，当然就是其实发生性行为完，我觉得外阴部很湿很黏腻的状况，女生一定不会太舒服哈，所以女生一定会起来亲。拜托男生不要就呼呼大睡，因为真的不舒服。包括我们做完检查以后，病人都会不舒服的。相信大家发生性行为完后，女生也不会舒服。第二件事情，摩擦过后，女生常常外阴部会有伤口。那不管是有粘液、有伤口、有精液，这些它都会不舒服。就是请记得大家把它清掉。第一件事情是比较不会造成后续的感染啦，因为很多女生跟我抱怨，我性行为完以后，我甚至除了阴道感染之外，我还有尿道感染的现象出现。然后这个不是只有老年人会发生，年轻女生也会发生。第二件事情，有些人阴道比较窄，那因为摩擦过后，真的就会有一些尿道感染的症状发生。如果你的伴侣其实是有这样子长期发生的问题，他很困扰的话，也欢迎大家来找我们聊一聊，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当然，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很正确的去区分，说是到底哪样是正常的不舒服啊，哪样是不正常的不舒服，哪些需要看医生。第二件事情就是，其实发生完性行为以后，女生需要起来做什么事才会比较舒服，大家可能可以去想一下哈。我们真的是摩擦以后的不舒服，好，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其实没有雌激素以后，真的比较不会有想要有性行为的冲动。那除了没有性行为的冲动之外，外阴部或者是阴道的分泌物会整个接近于零，就会很干。所以请大家有性行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用润滑剂，然后一定要做好保护女伴的措施，不然常常大家发生性行为完以后，女生就要来看医生，不是阴道感染就是阴道破皮。其实我觉得女生这样子会很辛苦，大家不要怪大家女生不想有性行为，应该是说你们的行为导致后面的结果，一是没有雌激素以后女生本来就比较不想，二是你们造成的副作用，比如说我只要有性行为完我就尿道炎，我就阴道感染，大家当然就不会想要有。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女生也要做好保养的动作。那再简单提示大家一件事情，譬如说我们女生在停经后阴道会有萎缩的现象，那到底这个萎缩的现象我可以做什么事哈？最简单的是如果你没有乳房方面的家族史，就是像乳癌啊什么的，我们其实可以用一些雌激素哈，但是雌激素对于局部的荷尔蒙改善状况其实是不好的，所以其实反而是局部可以用一些玻尿酸啊，或者是真的可以去雷射，其实还是有部分的效果的，或者是用阴道的荷尔蒙，这个都是有帮助的啊。但请记得荷尔蒙是拿来擦女生的，请大家不要拿来当润滑剂使用。我有一次开了一条药膏给阿姨，过了1个礼拜以后，我就是千叮咛万嘱咐跟阿姨说这个药要怎么使用啊。总之1个礼拜过后，阿姨回来跟我说，医生这个药非常好用，你可以再多开几条给我吗？我先生说的。我说为什么你先生要跟我要女性荷尔蒙？他说因为我们就发生性行为的时候我们就涂很多啊，我这次就觉得人很舒服，我就真的很生气，因为女生荷尔蒙涂在男生身上，我是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啦哈。但是基本上这药物不是这样子使用的，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在用药的观念或者是正确的使用方面，还是跟医生好好的做好讨论，正确的使用药物会是比较好的。